500名长寿老人都有的习惯。生活中，长寿老人总是有着很多小习惯，但是外国的科学家调查研究显示，有一些小习惯却是长寿老人共有的。而国外的科学家对超过500名的长寿老人调查后发现，这些长寿老人居然同时有着下面的9种习惯。1. 笑。国外科学家调查了长寿人群后发现，这些老人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是爱笑。笑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，在生活中，爱笑的人身体总是会很健康的。而我们也常说笑一笑，10年少，可见笑对于人体的好处是巨大的。在生活中经常笑一笑，可以有效的锻炼到肺部等等的部位，而肺部健康了，人体自然就会健康。一个健康的人，寿命显然是不会短的，所以经常笑一笑是很好的选择。这也是长寿老人们所共有的第一个共同点。2. 睡。长寿老人共同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睡。良好的睡眠可以给人带来充足的精力，而精力充足对于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，并且充足的睡眠可以让身体得到很好的休息。身体得到充足的休息了，身体机能自然就可以变得更加强健，而人的寿命自然就可以得到延长。经常熬夜是现代人常做的事情，很多人都会忽视熬夜对于身体的损害，但是所有长寿老人生活都是十分规律的，而这规律的生活主要体现在有一个合理的入睡时间。所以说不熬夜，规范自己的睡眠，这也是一个长寿的路径。3. 开朗。开朗这个特性是科学家在众多长寿老人的生活中发现的第3个共同点，或者说开朗是一种特质。大部分的长寿老人都有着开朗的心情，这种心情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是十分有益的，因为一个开朗的心情可以将所有压抑在心中的不快给迅速的排除。而一个人如果总是心情开阔，身体的健康自然就可以得到保证。因此在生活中保持一个开朗的心境，对于人追求长寿十分有意义。所以想要长寿，那就保持一个开朗的心胸吧。保持一个开朗的心胸，可以让人没有任何的压力，人的压力小了，寿命自然就会长了。4. 好的饮食习惯。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总是十分有规律的，在生活中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有效的保护好肠胃的健康，而在生活中一个健康的肠胃对寿命的加分是无可比拟的，因此肠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。而在生活中保护肠胃最基本的便是拥有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而长寿老人的肠胃可以说是很健康的，甚至一些年轻人的肠胃对比起长寿老人都稍有不如，因此在生活中对于这一点重视起来才可以。5. 运动。长寿老人都有着良好的运动的习惯，这些运动或许不是我们所见到的跑步、健身等等，但是在生活中长寿老人每天的运动量可以说不逊色于任何人，他们每天外出散步或者下棋，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良好的运动，这些运动会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人的身体，当人的身体健康了，寿命自然就可以得到延长了。因此在生活中想要保护好身体的健康，寿命自然就可以变得长久了。所以在生活中想要活得长寿，运动是很有必要的。6. 良好的生活环境。对于长寿老人最为重要的还是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。如果子女不孝顺，老人总是操碎了心，这样显然是得不到长寿的。此外，长时间的处于各种各样的废气之中，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显然也是有着诸多负面影响的。所以在生活中想要活得长寿，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即使生活在城市中，也可以借着放假的机会去享受一下清新的自然空气，这对于长寿这件事来说是十分有益的。7. 经常体检。生活中经常体检也是长寿老人必须要做的事情，甚至有科学家说，经常体检能够延长人25年的寿命，因为常体检可以有效的帮助人发现身体内部的变化，当人出现疾病时，可以及早的发现并且治疗，疾病能够及时的治愈了，寿命自然就可以得到延长。要知道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疾病的人，身体总是处于一种亏空损耗的状态，
如果没有重视这样的状态，就会让体质越来越差，从而导致身体机能大幅的下降。所以常体检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情，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身体更健康，让寿命得以延长。8. 常泡脚，因泡脚而长寿的老人，同样占据了很大的比例。经常泡脚是一个良好的习惯，因为足部有着很多的穴位以及经络，连通着身体内部的五脏六腑。泡脚能够有效的刺激身体的五脏六腑，达到保养身体的目的。人五脏六腑健康了，寿命自然就会变长了。此外，泡脚还可以疏通身体内部的气血循环。要知道，气血循环是一个重要的长寿因素。中医说气血充和，则百病不生，就是对气血循环最好的解释。人体气血循环速度健康正常，寿命也就随之增长延长。因此，在生活中想要获得长寿，不妨经常泡一泡脚，而这也是最为常见的长寿秘诀之一。9. 喝水，多喝水，同样是很多长寿老人保持的良好习惯。水是生命之源，经常喝水是一种良好的长寿习惯。喝水可以稀释血液，让血液不会变得粘稠，血液正常了，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了，人的寿命自然就会得到延长。喝水还可以清除身体之中的杂质。要知道，人体不健康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身体中的杂质太多所导致的，而通过喝水将身体内部的杂质排出，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净化身体的方式。身体得到净化了，身体内部的有害物质少了，人的寿命怎么会得不到延长呢？长寿是每个人的愿望，当长寿老人的共同点被科学家们给揭开，我们只要做到这些，即使寿命无法达到人类的极限，也是可以得到延长的。全球长寿地区老人的饮食习惯，一个人能否长寿，跟其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。美国长寿研究专家丹巴特纳研究了世界上的一些长寿地区，发现那里的老人虽然年纪很大了，但活力四射。那么，这些长寿老人有怎样的饮食习惯呢？1. 以素食为主，长寿老人吃的食物中有 95% 是素食，全粒谷物和豆类占很大的比重。他们还食用大量的应季蔬菜，并把多余的蔬菜腌制或风干，留在冬季食用。最有益于长寿的食物是绿叶蔬菜，与不食用青菜的同龄人相比，每天食用一盘蔬菜的人身体更健康。2. 很少吃肉，大部分长寿家庭都很少吃肉，要么把肉当作配菜，要么用来给别的菜调味。这些家庭每周吃肉1到2次，且每次不超过57克。他们更喜欢家庭农场养殖的鸡、羊、猪，因为这些畜禽都是自由觅食，体内含有更多的 Omega-3 脂肪酸。3. 每天吃鱼肉，鱼肉在长寿老人的日常饮食中很常见，平均每天吃85克最好，多数情况下，吃海藻长大的鱼，肉质最佳，如沙丁鱼、三文鱼和黄花鱼，它们较少接触到高浓度的汞和其他有害化学物质。4. 每周吃3个鸡蛋，长寿地区的人一次只吃1个鸡蛋，绝不多吃，每周最多吃3个鸡蛋。他们有的把煎蛋卷入玉米薄饼，有的用鸡蛋做汤，还有的与果蔬、全粒谷物一起食用。5. 每天食用豆子，豆子有 21% 的蛋白质， 77% 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和少量的脂肪构成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营养价值高于很多食物。每天食用半杯熟豆子，是一些长寿地区人们的选择。6. 食用全麦面包，全麦面包是一些长寿地区人们的主食，其成分和一般的面包不同，它由多种谷物制成，包括小麦、黑麦和大麦，它们中含有多种营养素和大量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消化，而且升糖指数较低。7. 减少糖的摄入量，长寿地区的居民食用糖的量只有普通地区的1/5，他们通常每周吃2到3次甜食，如饼干、糖果、烘烤食品等。100岁老人一般只在喝茶时放点蜂蜜，或在庆祝场合吃少许甜点。8. 每天吃2把坚果。哈佛大学的研究者通过30年的追踪调查发现，与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，
食用坚果的人，其死亡率会降低20%。其他研究表明，饮食中有坚果能将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降低20%，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。9. 增加水的摄入量，每天要保证喝7杯水，体内水分充足能降低血液凝块的风险。10. 喝红葡萄酒，葡萄酒有助于人体吸收植物性抗氧化剂，少量饮用可减轻压力，促进身体健康。一些长寿地区的居民每天会饮1到3杯葡萄酒。11. 常喝绿茶和咖啡，绿茶有抗炎功效，饮用绿茶能降低人们患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。还有研究表明，适量饮用咖啡的人，其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的发病率较低。12. 多种食物搭配吃，如果担心无法从植物食物中获取充足的蛋白质，那么可把豆类、谷物、坚果和蔬菜搭配起来食用，它们可提供人体无法合成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世界各地长寿老人怎么吃？巴基斯坦吃粗粮更健康。巴基斯坦罕萨地区的老人80-90岁仍可在地里劳作，很多老人都能健康的活过100岁。据英国医学专家实地考察，罕萨人膳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，喜欢吃粗制面粉、水果、青菜、薯类、芝麻等，喜欢适量饮用一种由葡萄、桑葚和杏制成的酒。此外，罕萨山谷附近有许多冰川、河流，这里的水富含矿物质，可常年饮用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当地人的健康非常有利。美国爱喝营养汤，美国老人很重视喝汤。美国出台的老人膳食宝塔强调，水分摄入对于70岁以上老人非常重要。汤在老年人的膳食中应占据重要位置。奥妙在于老年人的消化能力远不如年轻人。吃同样的食物，年轻人能吸收95%，老年人则只有大约50%能被身体吸收。汤类食物经过烹饪加工后，不仅口感、营养可以兼顾，更适合老人的咀嚼能力与胃肠功能。厄瓜多尔少吃肉多吃素。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是公认的西半球最长寿之地，约5000人中就有20多位100岁以上的老人。比尔卡班巴人以素食为主，喜欢吃豆类、玉米、香蕉、甘薯、大米、芒果等，很少吃动物性食物和高热量食物。希腊烹饪用橄榄油。希腊本身就以人口的健康而闻名于世，但在西米，你会发现真正的老希腊人，他们年岁已高，但是对于西米人来说依然年轻。70和80多岁的老人依然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。西米的人口很少，只有2700人，可是100岁老人和90多岁老人比例很大。西米人只吃高营养中度热量的食物，吃大量来自本地的水果和蔬菜，从鱼肉中获得大量必需脂肪酸，烹调中有规律的食用橄榄油，吃全谷食品而不是精炼碳水化合物，摄入植物蛋白质，喝适量的葡萄酒，还喜欢有规律的运动。长寿老人的心理特征，有人统计分析了古今中外200名70到135岁老人的资料，其中心理健康者占87.5%，居21项长寿因素之首。古人认为，凡欲身无病，必先正其心。内经指出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现代医学研究证明，人体所有脏腑组织都受大脑神经的调节支配，这种支配在心理健康的情况下，能使机体免疫能力和抗病能力提高，从而让人延年益寿。长寿老人多半有以下心理特征： 1. 乐观豁达。长寿老人大都胸襟开阔，心态平和，为人处事热情，乐于工作，善于助人，遇事不怒。他们生活的自由自在，轻松大方，没有压力。事实证明，心胸窄，忧患多；心胸宽，人快活，疾病多。2. 兴趣广泛。大多数长寿老人都有业余爱好，兴趣比较广泛，如种花养鱼、吹拉弹唱、书法绘画、集邮写作、河边垂钓等，生活充实，才能乐以忘忧，并且使大脑和全身各器官得到锻炼，延缓衰老。3. 热爱生活。长寿老人多数有老胄福利，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，显得精力充沛，生气勃勃。
这主要是他们热爱生活，热爱家庭。他们每天读书看报，能与时代共前进，每天有事干，精神有寄托，而且他们具有比较科学的生活方式，起居有规律，睡眠有保证，能顺应自然，基本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。这些自然有益于健康长寿。4. 知足常乐。研究表明，一个人有过多的奢求，必然会经常失望，心理出现不平衡，影响健康长寿。而长寿老人则多具备知足而乐的心态，因为他们知道高兴是一天，不高兴也是一天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呢？所以，他们能够从实际出发，对自己和他人从不苛求。这种和善、平静、知足的心理，使他们的身心与环境长期处于平衡而有规律的状态，为健康长寿铺平道路。5. 节哀治怒。在人生道路上，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、挫折，甚至灾难等，这些自然会让人气愤。而长寿老人遇到这种情形，都能尽量做到治怒，顺其自然，想得通，看得远，在逆境中自强自立，努力走出困境。6. 宽以待人。长寿老人大多能做到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凡事不斤斤计较，不患得患失。当自己吃亏时，能为国家、集体和他人着想，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。平时能多看他人的长处和优点，取长补短，具有这种良好心理和精神境界，心理上自然容易保持平衡，有益于延年益寿。世界长寿老人的忠告：探寻100岁老人的养生之道，研究他们的长寿秘诀，一直是科学家努力的重点。虽然普通老百姓无法参与到长寿基因的研究中，但长寿老人们用一生实践留下的忠告却值得借鉴。橄榄油、葡萄酒和幽默感是我的长寿三宝。珍妮·卡尔门，122岁。虽然法国的长寿明星珍妮·卡尔门早在1997年8月4日就已去世，但他却曾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。他的一生中都是在橄榄油、葡萄酒和幽默的陪伴下度过的。研究早已证实，在以橄榄油取代黄油等食用油的地区，心脏病、癌症和肾病等发病率都明显更低。而无醇红葡萄酒则被美国心脏协会证实可降压护心。不过，需要提醒大家，即使为追求长寿，酒精过敏者及有肝病者也应慎重饮酒，普通人应避免空腹饮酒。另外，挪威的研究显示，具有幽默感的人患上大病后被治愈或好转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30%。拥有大量的朋友，多喝水和唱歌，让我活得长。克里斯蒂安·莫腾森，115岁。1998年4月25日去世的美国人莫腾森，是个生活很丰富的人。他坦言长寿离不开好朋友、喝水和唱歌。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，朋友圈广的人平均延寿7年。水不仅能拯救生命，还是长寿的要素。美国疾控中心的相关数据表明，很多疾病是由于喝水少引起的，所以人们应养成多饮水的好习惯。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研究发现，唱歌不仅能减轻压力，还可以防止抑郁症。劳动是我最大的爱好。玛丽·路易斯·马尼尔，117岁。加拿大老寿星玛丽·路易斯·马尼尔于1998年4月16日去世。他的一生都处在辛勤劳动中。研究证实，工作勤奋并在工作中体现人生意义的人寿命最长。过早退休而无所事事不利于长寿。另一方面，劳动还体现在农活、家务活里，这也是一种体能锻炼。研究证实，经常锻炼可以降低患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抑郁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。但老人劳动应该量力而为，不可过度疲劳，心平气和，别让坏情绪扰乱自己。莎拉·劳斯，119岁。美国人莎拉·劳斯去世于1999年。他女儿说，母亲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平静，不发火。美国研究人员曾对700名100岁老人进行了3年跟踪研究，发现他们共同的长寿秘密就是很少发愁，基本不发火，一辈子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。受教育让我获益无穷。艾德纳·帕克，115岁。2001年12月26日去世的美国老寿星艾德纳，晚年生活质量极高，很少生病，这与他不停学习、受教育程度高不无关系。
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统计显示，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，比高中没毕业的人多活约9年。此外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找到好工作，并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吃得清淡，活得长。木村次郎右卫门，116岁，2013年6月12日去世的他，在日本家喻户晓，因为他总是保持着清淡的饮食习惯。一般来说，人体的消化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衰退，因此高油高脂的食物往往难消化。另外，老人的味觉功能有所减退，总喜欢吃口味重的食物来增强食欲，无意中就增加了盐的摄入量，容易导致高血压病，并影响心肾功能。建议每天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左右，同时要少吃酱肉和其他咸食，做个乐观的人。每天喝1勺蜂蜜。百尼斯·马迪根，115岁，2015年1月3日去世的美国长寿明星百尼斯，是个生性乐观的人，对蜂蜜的爱好也很强烈。美国研究者认为，储存压力十分容易，如果应对不好，会导致一系列包括生病、受伤、炎症等身体反应。因此，遇到压力要学会放松，如喝茶、散步等。而百尼斯每天服用的蜂蜜中含有大约35%葡萄糖，40%果糖，这2种糖都可以不经消化而直接被人体吸收。蜂蜜还含有与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讨厌烟草，喜欢睡觉。苏珊娜·马沙特琼斯，115岁，这位生活在纽约的老人一直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。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讨厌烟草和爱睡觉。英国一项长达50年的调查曾证实，30岁戒烟可增寿10年，而如果70岁后继续吸烟，则会导致寿命减少4年。此外，与不吸烟者相比，吸烟老人的死亡率增加50%，主要死因是血管疾病、癌症和呼吸道疾病。正确待人，宽以待人，善待他人。格特鲁德·维弗，116岁。维弗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我认为长寿的关键是保持和善的态度，正确待人，宽以待人，善待他人。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需要怎样对待别人。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真心实意的帮助他人可以增寿4年，这是因为给他人无私的帮助可激发自身体内的护理行为系统，促进亲密激素等有益身体恢复的激素分泌。多吃鱼并保证每晚睡8个小时。大川美佐绪，117岁，这位目前日本最长寿的老人有6个子女，居住在大阪。鱼肉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，尤其是醋青鱼寿司，里面因包含鱼肉、海鲜、蔬菜或鸡蛋等食材，并搭配沙拉酱、鱼子酱等调料，因此营养丰富。其中的鱼类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能够提升脑力、保护视力，并降低心脏病风险。睡得足也是大川美佐绪的心得。美国抗癌协会调查表明，每晚平均睡7到8小时的人，寿命最长。每晚平均睡不足4小时人，80%是短寿者。长寿食谱：食物为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健康生存所需的各种营养素。食疗是利用食物来影响机体各方面的功能，使其获得健康或预及防病。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款长寿食谱。长寿第一汤，海带豆腐汤。豆腐与海带的搭配算是珠联璧合，日本人认为它们是长生不老的妙药。海带和豆腐都能阻碍人体吸收尼古丁，还可帮助身体排出毒素。经常抽烟的人可以常喝1碗海带豆腐汤，虽然不会把烟戒掉，却能通过简单的食物使身体少受一点伤害。长寿第一肉，墨鱼。墨鱼可以说全身是宝，不但味感鲜脆爽口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，而且富有药用价值。每100克肉含蛋白质13克，脂肪仅0.7克，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族及钙、磷、铁等人体所必需的物质，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滋补食品。长寿第一杂粮，红薯。红薯又名山芋、地瓜、甘薯等，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，有长寿食品之誉。长寿第一豆，黄豆。黄豆享有豆中之王的美称，每天吃点黄豆，
豆制品或喝杯豆浆是众多营养学家的建议。黄豆富含多种营养素，对健康的贡献更是不可斗量。长寿第一坚果花生，花生长于滋养补益，有助于延年益寿，所以民间又称长生果，并且和黄豆一样被誉为植物肉素中之荤。长寿第一食物药山药，山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，还有食物药的功效。山药能补肾填精，精足则阴强，目明耳聪。山药能补五劳七伤，有去凉风、镇心神、安灵魂、补心气缺少、开达心孔，多济世的功效与作用。长寿第一补枸杞，本草纲目记载，枸杞补肾生精，养肝，明目安神，令人长寿。另外，嚼枸杞时要注意，数量上最好减半，否则容易滋补过度，腹泻的人忌吃。一般来说，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20克左右的枸杞最佳。长寿第一粥燕麦小米粥，燕麦粥是有名的长寿粥，很多100岁老人都有喝燕麦粥的习惯。燕麦的医疗价值和保健作用已被古今中外医学界所公认。燕麦有效降低血压、降低胆固醇，防治大肠癌、防治心脏疾病等多种功效。小米同样也有很好的食疗功效，它不仅能补脾胃、补肾，还有很好的安心养神、滋阴养颜的作用。长寿第一饮黄酒，黄酒含有丰富的营养，含有21种氨基酸，其中包括有数种未知氨基酸，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，必须依靠食物摄取的8种必需氨基酸，黄酒都具备，故被誉为液体蛋糕。长寿第一水果梨，梨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、胡萝卜素、蛋白质、糖类、钙、磷，具有降压、清热、镇静的作用，对于治疗心脏病、头晕目眩、耳鸣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。像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梨，可以帮助净化人体器官，存储钙营养，软化血管，起到补钙的作用，使老人长寿的9种食物。长寿是每个人的追求，古代很多帝王就总是让太医开很多补药，以此达到增寿的目的。我们虽然没有皇帝那么好的资源，但想延寿也未尝不可。据说长寿老人最常吃的就是这9种食物。1. 白菜，大白菜含有矿物质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粗纤维、胡萝卜素，还含有分解致癌物质的亚硝胺糖酶。从药用功效说，大白菜有养胃、利肠、解酒、利便、降脂、清热、防癌等7大功效。2. 小米，很多老人都把小米当成滋补佳品。小米是一种谷子去皮后的颗粒状粮食，历来就有五谷杂粮、谷子为首的美称。医学认为，小米益五脏、厚肠胃、充津液、壮筋骨、长肌肉。3. 玉米，玉米和水稻、小麦并称为世界3大农作物，是世界公认的黄金作物，也是长寿老人离不开的主食。研究发现，老玉米里含有大量的卵磷脂、亚油酸、谷物醇、维生素 E， 所以不容易发生高血压和动脉硬化。从长寿老人的体质看，他们很少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，这与他们把吃玉米当成主食密切相关。4. 牛奶，牛奶中赖氨酸含量较高，胆固醇含量低，碳水化合物全部为乳糖，在肠道中可以转成乳酸，有抑制腐败菌生长的作用。牛奶含钙很丰富，吸收率也很高，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A、D、核黄素等，这些对老人来说是必要的、有益的。5. 粥，每天早晨把50克燕麦片加入250克开水，冲泡2分钟即成粥。历代医家和养生学家对老人喝粥都十分崇建。粥易消化和吸收，能和胃、补脾、清肺、润下。6. 红薯，红薯有5大功效： 1. 和血补中，营养丰富； 2. 宽肠通气，促进排便； 3. 益气生津，增强免疫； 4. 含抗癌物质，能防癌抗癌； 5. 抵抗衰老，防止动脉硬化。红薯中含有大量黏蛋白，故能防止肝脏和肾脏结缔组织萎缩，使人体免疫力增强，还具有消除活性氧的作用，避免了活性氧诱发癌症。7. 豆腐，长寿老人普遍爱豆腐，因为豆腐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异黄酮，豆腐具有益气、补虚、降低血铅浓度，
保护肝脏，促使机体代谢的功效。常吃豆腐有利于健康和智力健长。8. 鸡蛋，蛋清蛋白有极丰富的氨基酸，且组成比例非常适合人体需要。这种蛋白质在人体中利用率最高。蛋清蛋白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。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，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。卵磷脂被人体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，胆碱可改善记忆力。蛋黄含的无机盐、钙、磷、铁和维生素都比较丰富。9. 萝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不含脂肪，所含的芥子油和淀粉酶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加强食欲，帮助消化。萝卜是地地道道的老年人保健食品，它能化积滞、消食积、治吐血、衄血、消渴、止痢、祛头痛、利小便等。生吃可以止渴、清内热、化痰止喘和助消化。蒸熟吃能消食健脾，并有补益功效。